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活了30年才知道，原来保存大蒜这么简单。学会这样做，放1年都不干瘪不发芽，真管用。大蒜作为家庭当中最常备的一种食材，可以放在炒菜或者是炖菜当中呢，用于调味。尤其是很多肉类的菜品，都需要大蒜去除味道，增加菜品的香味。所以很多人去买菜的时候呢，都会顺手多拿一些大蒜，防止用的时候没用。但是也出现过买的太多，很久没有用完，大蒜变软或者是变扁了。大蒜的味道降低不说，吃起来呢也不好吃了。其实保存大蒜的方法呢很简单，老蒜农教了我几招，想要家里的大蒜不干瘪不发芽，快来学学这些方法。首先我们在买大蒜的时候，市场上的大蒜主要有2种品种，一种是白皮的，一种是紫皮的。白皮大蒜是我们在市场上呢所能买到的最多的大蒜，其产量非常的高。这种大蒜的汁水较多，辛辣味呢也很足，口感也很脆。紫皮大蒜的辛辣味比白皮大蒜的辛辣味呢更加丰富，就算是被高温加热以后呢，也能含有丰富的大蒜香味。喜欢生吃或者是腌之类的，就选择白皮大蒜。要是喜欢用来炒菜吃的话，就选择紫皮大蒜。2款大蒜各有各的好，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行挑选。还有我们在购买大蒜时，如果看到大蒜的外皮被剥掉，这种大蒜呢就尽量不要买了。蒜皮呢可以看作是大蒜的皮肤，可以防止水分流失以及外界微生物。如果你把这皮剥了，首先蒜肉的水分呢会加快流失，蒜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也会同样的加快流失，这就导致蒜没有那么香了。而且很多蒜皮并不是那么容易剥下来，强剥蒜皮呢势必会把里面的蒜肉呢给破坏掉。蒜肉一旦破坏，里面的细胞破损，蒜呢就会坏得更快。所以我们在购买大蒜时注意挑选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第一种方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黑色塑料袋，然后呢把要保存的大蒜装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张纸巾或者是纱布，倒2勺食盐呢在纸巾上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姜片，只要2-3片呢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就行。然后呢我们把姜片呢放到纸巾上，把它包裹好。包裹好后呢，我们再用橡皮筋呢把它捆结实一点，防止食盐洒出来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大蒜的袋子里，将袋子里的空气挤出来，把袋口扎紧，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。像这样保存1年呢都没有问题。生姜具有强烈的辛辣味，能够杀菌抑菌，还可以去除湿气，让大蒜保持干燥。而食盐不仅能够消毒杀菌，还能够吸附潮气，让环境保持干燥。而且黑色袋子呢具有避光性，这样呢就能够延缓大蒜发芽。而且黑色袋子呢具有避光性，所以我们这样保存，就算放上1年也不会变质了。方法2，同样的，我们把大蒜装入一个食品袋中，全部放进来过后呢，我们准备2支香烟。很多男性朋友呢都有抽烟的习惯，其实香烟呢也是可以用来保存大蒜的。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把香烟呢放到袋子中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袋子口栓紧实，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。这里要保证冷藏室的温度在5度以下，因为5度以上的时候呢，大蒜就会生长并且发芽。温度是影响大蒜长芽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冰箱内的温度比较低，可以很好的抑制大蒜长芽。但是冰箱里的湿度呢一般比较大，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将大蒜保持干燥，否则太湿的情况下大蒜容易腐烂，
所以香烟呢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这是因为香烟中的烟碱呢具有吸附的作用，能使大蒜呢保持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中，不会腐烂也不会长芽，放几个月呢也依然新鲜。方法3，我们准备一张纸巾或者是纱布，拿出家里的这种食用小苏打，倒适量在纸巾上，然后呢再放一点茶叶，接着把它包裹起来，用橡皮筋把它固定住，防止茶叶小苏打洒落出来。这样我们一个天然的干燥包呢就做好了。我们把它放入装大蒜的袋子中，排出空气，把它扎紧实。茶叶中呢含有茶多酚，可以抑制大蒜发芽的速度。茶叶都比较干燥，它能有效的吸附异味，而且呢有很强的吸水性。这样放在大蒜里面呢，它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大蒜变质发霉。而小苏打呢也有很好的吸附作用，避免大蒜吸收到多余的水分。大蒜想要发芽，需要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，吸收不到水分呢，达不到发芽的标准，大蒜呢肯定就不会发芽了。把它挂在通风干燥的地方，吃的时候呢，把塑料袋打开，取出大蒜后呢，再扎紧实，这样保存大蒜半年都不干瘪不发芽。方法4，大米保存法。把大蒜放到大米中，用途花钱买不到，简单还实用。我们将大蒜分开一定的位置，把大蒜埋进大米里面去，埋到稍微深一点的位置，再把周围的大米呢再次铺到大蒜上。大米是我们家家户户常年在吃的食物，由于各种原因呢，一不小心呢大米就会生虫。那大米长虫子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把大蒜呢放到大米里面，是因为大蒜中呢含有一种叫大蒜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呢具有刺激性气味。如果将大蒜放到大米当中，可以抑制虫卵的产生，从而防止大米长虫。然而大米呢比较干燥，它可以使大蒜长期处于干燥当中，属于缺水的状态，这样大蒜即使放几个月也不容易发芽啦。所以它俩在一起呢可以说是各司其职，也可以说它俩在一起呢是一箭双雕，特别实用。方法5，我们把买回来的大蒜全部掰成小瓣，在剥蒜的过程中，如有发软、发烟、腐坏变质的大蒜及时清理掉，防止一个坏两个，两个坏一堆。清理过后呢，剩下的大蒜呢，我们才能够保存得更加长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吧。您的鼓励呢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谢谢了。全部包好过后呢，我们准备一种这种密封罐，然后把蒜瓣全部装入里面。全部装进来过后呢，我们把盖子盖紧实。这样做的目的呢是防潮。大蒜呢是可以隔绝空气，降低氧气的浓度，抑制大蒜呼吸。因为少了阳光、空气和水分，这样大蒜就没有办法发芽生长。而且我们这样随吃随取，特别的方便。每次用完呢，把盖子盖紧实就可以。生活呢需要简单再简单一点，这样生活中的土办法简单而实用。原来保存大蒜呢这么简单，不干瘪不发芽，放1年呢也不会坏。您学会了吗？关于大蒜的保存方法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以上5种方法，您觉得哪一种更加的实用有效果呢？您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我们留言探讨。大蒜呢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了，吃面撸串的时候呢不来2瓣蒜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大蒜不仅有着杀菌的作用，平时多吃呢还能预防感冒。但是如果大蒜发了芽，或者是干扁发黄的大蒜，大家就不要食用了，因为里面呢已经滋生了毒素，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了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加关注哦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内容，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